皇帝身边大多是心腹，而我不一样，我是他的心腹大患。他每天一睁眼就问，那臭不要脸的御史今天也在骂朕吗？直到南巡时，皇帝醉酒，我当夜坠河失踪，假死脱身在边陲做了个平平无奇的女夫子。没几个月，一大户人家请我去给家中孩子启蒙，脚刚踏进门槛，大门咣当一声关上，狗皇帝悠悠从假山后走了出来，看到我肚子时被口水呛住，他大惊失色，狗贼，这是什么？我尴尬地后退一步，我说是西瓜，你信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爹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御史大夫，他揭露权贵交易被刺杀身亡，死后风光大葬，就连唯一的一父子都做了探花，狠狠给逐渐衰败的楚家出了口气。但作为楚家的独苗，我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我是个女人。入朝第一天，我作为翰林学士在御前伺候，负责为陛下起草诏书。前脚刚进御书房，后脚就被陛下恼羞成怒地轰了出去。上峰听闻，一口茶水喷了出来。我马不停蹄在御前转了一圈，刚坐下就被上峰叫了过去。不是嘱咐你少说话多做事吗？你怎么惹陛下不高兴了？我不敢说。其实我见到陛下之后，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，就被撵出来了。今早入宫时，京都风雨欲来，回廊下的铃铛被风卷着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黑云压着光映出一片惨白。御书房内的张内监正压着声训人，毛毛躁躁的，上茶都上不好，还不快滚下去。我躬身后在门外，心道一声倒霉，竟撞上陛下恼怒的时候。没多时，张内监宣我入殿。天子李允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殿试时隔得远看不真切，只觉得神态威严，近前才看出几分青年的骄狂来。估计被刚刚伺候茶水的工人疏忽，喝茶烫到了嘴唇，有些红肿。很不凑巧的是，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妙。我中规中矩地应了几句，便开始磨墨。李允瞻捧着茶盏打量我，正要开口说话，一滴墨从砚台里甩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巧落在他的茶盏中。李允瞻丝毫没意识到，抬起来喝了一口。我惊恐，陛下！没来得及阻止，金尊玉贵的天子喝了一肚子墨水。他沉着脸接过张内监递来的帕子，唇越来越肿，墨越擦越多，最后深吸一口气，把帕子砸在我身上。李允瞻恼羞成怒，指着殿外，言简意赅：滚！这天以后，我在翰林院便坐了冷板凳。见状，当年我父亲的同僚，如今的御史大夫傅秋怡心生不忍，上奏把我要去了御史台。虽关系亲近，但他和我父亲截然不同，十分严格，没有做事疏漏，傅秋怡从不宽容。昨夜临走前，他嘱咐我把需要的东西整理成册，方便观阅。我彻夜不眠做完，却被人不小心洒了水，弄得污糟。傅秋怡见了，立即沉下脸来。他总秉持从一而终的想法，若自己马虎，导致册子被弄脏，必然是做事的人不谨慎。对待门生，他不舍得斥骂，从垂髫小儿到年轻人，一贯习惯用戒尺让人长记性。等到跟在傅秋怡身后去往御书房的时候，我掌心多了3条红痕。面圣时，我低着头等在一侧，傅秋怡正和陛下说起今年水患后流民的安顿，我在旁边代为记录。这一谈就是整个下午，离开时天色昏暗。傅秋怡有事先离开，我整理了带来的书册，要回职房去。走出去没几步，就听身后有人叫住了我，回头一看，是陛下身边的张内监。他笑眯眯地赶上来，递给我一个瓷瓶。下午陛下瞧见楚大人手上似乎有些红肿，听说傅大人会以戒尺惩戒门生，就叫奴才给您送伤药过来。我怔愣片刻，想起自己上次喂给陛下那口墨，有点迟来的愧疚。御史台不比翰林院，做的都是遭人恨的事情。我的老师傅秋怡又是其中最为锐利的一个，往往昨日和陛下密谈，今日便赶在朝堂上悍然指控权贵。整个御史台上下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我跟着傅秋怡有样学样，又是个没爹没娘的混球，没什么顾虑。偶尔陛下行事有失偏颇，我也丝毫不惧。参完臣子参皇帝，又一次因做事疏漏被御史台参的时候，李允瞻看起来很想破口大骂。他盯着我看，气得拂袖而去。
似乎觉得那次的药膏是为了狗。我看天看地，就是不看他。于是，进御史台没几年，我成功混成了朝堂上最遭人恨的那个。近来天冷，我的老师傅邱姨年岁渐长，熬不住寒冷，病了一场。御史台的事情大多交到了我手里。比起我颇为含蓄的老师，我年轻气盛，更加难缠，甚至有官员当堂被我气晕过去。就连陛下都有些头痛。是夜，我刚合衣躺下，梦还没做完一半，就被张内监匆匆叫起来。直房里冷得不行，我迷蒙披上衣服就跟着走。大半夜的，李允瞻在御书房里不知看什么，见到我似乎有些惊诧，还没说话就先笑起来了。我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张内监忍着笑，楚大人是伏案时打了瞌睡吧，脸上还有2抹墨印。完了，又是御前失仪。我心如死灰，心道人怎么能连续倒霉2次？李允瞻方才脸上的郁闷都驱散一空，这会儿还笑个不停。见我把脸上的墨印擦掉，这才招招手让我过来，没有要和我计较这个的意思。桌上铺着一封奏折，我不敢靠太近，目光落在上面，这才发现通篇都是我的名字，不止一本。这一本奏折上说，御史中丞楚萧狼子野心，排除异己；另一本说，楚萧逮谁咬谁，劝陛下趁早把我下放去穷山恶水，咬死那些难缠的贪官污吏。我不死心，妄图从这些折子里找到一封不骂我的。陛下忽然咳嗽了一声，我猛地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快要凑到陛下耳边了。退后一步，神色悻悻，臣失礼了。李允瞻把折子一推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2秒，这才回到正事上来，没好气。上一个被朝臣恨得牙痒痒的还是副御史，你倒是有样学样。那不然呢？我不和他学，和谁学？我一头雾水。臣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，那就有责纠正百官。若陛下觉得臣做得不好，也不会默许臣一路走到了今天。李允瞻指尖下扣着那封骂我骂得最难听的奏折，干透的墨迹在晃动的烛光下像是张牙舞爪的恶鬼。他疏忽挑眉一笑，你倒是看得清，这些话不看也罢，只要你做得好，自然有朕和副御史保你。我松了口气，没等这口气松到底，只见李允瞻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，好像有些奇怪似的。前些年见你，总觉得是个莽撞锐利的少年人，几年过去，倒是没发现楚清的面孔这般温和。我心口猛地一震，下意识想要后退，只是在这么近的注视之下，年轻帝王的瞳孔里反射出我的轮廓，他太仔细，像是在观察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年少时我的长相比寻常女子更多几分英气，加之练武，很轻易便能让人以为我是个男子。可这些年岁数更长，恐怕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。刹那间，我心里闪过无数种想法，心里已经掀起惊涛骇浪，表面上却还是很冷静。臣长相更多随了母亲，小时候也常被人误以为是女孩子。好在李允瞻并没有扒开臣子衣服，看看究竟有没有把的爱好。他很快退开，说起正事。直到回了直房，我心口还在震颤。铜镜里，青年身形劲瘦，甚至因常年练武而在眉宇间运了几分力气，但身形不算太高。眉目细致，乍一看算雌雄莫辨，可若在眉心点一颗朱砂痣，却破坏了那点英气，叫人怀疑身份。我叹了口气，不能这么下去了。让人敬而远之最好的方法就是变成一只疯狗，尤其是要防备李允瞻。我开始在朝堂上横着走，御史台差事办得紧密，从前可以钻空子的地方都被堵死。官员们明面上个个清廉收敛，私底下把我骂得祖坟开花。就连陛下最近都夹着尾巴做人，他本就不是对自己苛刻的性子，正事做完，私底下怎么舒服怎么来，甚至在有些事情上称得上放纵自己。天热便不喜欢闷在宫里埋头处理奏折，总要穿着常服出去泛舟纳凉。天冷了连门都不想出，若是不冷不热，又总想找些新鲜玩意儿犒劳自己。没几日下来，原本口口声声要保我的陛下彻底变了嘴脸。又一次在宫外酒楼碰面，他装都懒得装，哗啦抖开折扇，咬牙切齿：狗贼，我让你好好监督百官，你倒把这功夫下到我身上来了。我一本正经，
穿着满身黑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冷硬无情一些，丝毫没有把皇帝抓个正着的心虚。公事公办。陛下，您这个月已经撂下折子出来第3次了，老实说让我跟着您。傅秋怡身体刚好一些，但还需要养病。听说朝堂上最近风气一改从前的乌烟瘴气，很是欣慰。又听说陛下总不见人影，就板着脸嘱托我别让陛下走上歪路。李允瞻听到傅秋怡的名字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看着我的目光很幽怨。老古板养了个小古板，你这么折腾我，最好别让我逮到你的小尾巴。我陪着笑，不以为意。能让他逮住的话，我估计也要玩完了。我的办法算成了一半，方法是对的，但路子走歪了。我的名声从清风朗月探花郎变成了御史台那个狗贼。傅秋怡养病的这半年里，再也没有人怀疑我是个女人。提起楚萧，人人恨不得套我麻袋，但由于手段过于雷厉风行，令人闻之色变，就连和颜悦色的陛下见到我都没什么好脸色，别说凑近看看我是男是女了，就连楚清都不叫了。他现在叫我狗贼。前年就准备着南巡，眼看着入了秋，终于提上了日程。傅秋怡年事已高，不合适再跟着奔波，被留在京城中监国。李允瞻一番琢磨，百般嫌弃之下，还是把我带上了。我被皇帝打包丢进了南巡的队伍里。红枫遍布山野，队伍浩浩汤汤地顺着江流而下。京城地处北部，越往南景色便越截然不同。我从未来过南边，路上见景色如织，心情开阔，就连每日须得处理不少事情也不觉得憋闷。李允瞻那边却很惨淡，他晕船，我关心了2句，就顺理成章被人挤了出去。没有他给我找麻烦，乐得清闲。还没高兴2日，缓过来一点的李允瞻就很有报复心地传召了我。他脸色惨白，喝了不少汤药下去都没怎么见效，半死不活地坐在榻上。见我进来，他恶劣地笑了，楚清，朕这几日怎么都没看见你？果然不能让他想起我来。在京城中，迫于傅秋怡和我，堂堂95之尊吃了不少闷亏。现在出门在外，可算有时间整我了。我心道一声狗皇帝，表面上恭恭敬敬，臣一直都在，只是人太多了，没挤进来。李允瞻将信将疑，和他相处了这几年，我总算明白什么叫伴君如伴虎。他既未一帆风顺，自小想要的都能得到，性格也随便很多，不像他父亲那样深沉算计，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没力气爬起来处理京城送来的奏折信件，就让我坐在旁边给他念，帮他批复。我留心了一下，发现或许是离得远了，傅秋怡送来的寥寥无几，但心中还有些不踏实，担心他老人家身子骨，让身边的亲信回去看看。只是应付李允瞻却很费了一番心力。船上晃荡，总容易字迹歪斜，李允瞻就故意挑出来，让我再写上几10遍。这样一段时间下来，我不晕船也差点死一回。他强撑着精神不好过，也想办法折腾我这个罪魁祸首。我恨得牙痒痒，看他一闭眼就故意扬高声音把他吵醒，谁也没放过谁。等到了江南，刚踩上地面，我们俩就双双病倒了，水土不服，小半个月才总算缓过来。地方官员吓个半死，忙前忙后闹腾了一番。南地风土人情格外温存，皇帝到访，上下都警醒，但接风宴这样的场面总免不了那些旧俗，不管熟不熟悉的官员都要上来蹭个脸熟。等回到房间里，我连着灌了不少冷茶才从酒意中清醒过来，正要点灯把没处理完的事情解决，忽听外面有机不可闻的脚步声掠过，窗外黑影闪过，我警醒地把枕头塞进了被褥里，装作有人在，藏在了床后。只见门轻轻推开，来人只是探查我是否在屋内，随即无声无息离开。南巡这种敏感的时候，谁敢顶风作案？我从包袱里拿了一把匕首，跟了上去。他身形隐蔽，好在人人以为我醉得不省人事，派来的不是什么难缠的角色，七拐八绕一路进了烟花之地，我也没跟丢。木帘重重，脂粉气浓厚。我跟着这人进了阁楼，藏在门外，仔细听着里面的动静。京城现在已经都知道了，御史大夫送来的信也被拦在半路，如今陛下应该还不知道楚萧并非楚家亲生的消息。大人，要想用楚萧的事把我们的盖过去，须得尽快了。
这声音我很熟悉，是今日接风宴上的人。可此时我却无暇顾及这个了，脑子里像是炸开了花，一时竟没有做出反应。这正愣的片刻，楼下有人经过，瞧见我手中匕首，吓得失声尖叫起来。房里的人怒斥一声：“谁？”我心道不好。电光石火间，一双手忽然迅疾地揽住我的腰，带着我从窗边跃进了湖里。这个人蒙着我的眼睛，从水下带着我从另一边上岸，钻进了一间空房里。关上门的瞬间，我们脱力跌在地上，我这才看清，是李允瞻。他来得比我更仓促，外袍皱成一团，狼狈的像是刚从被子里钻出来，现在湿漉漉一片，却没有分出注意力在自己身上。李允瞻瞳孔一缩，惊愕到不知道做出什么反应来。我低头才发现自己浑身湿透，原本遮掩的天衣无缝的伪装彻底崩塌，就连脸上被刻意遮盖的属于女子的柔美也在水中冲刷殆尽。楚萧，你是女子？他震惊的话都说不清楚，不是楚家亲生的孩子，也不是男子，这两个秘密我胆战心惊地藏了很多年，就连傅秋怡也不知道。没想到真正被揭穿的这一天，我比想象中还要平静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我深呼一口气，事情已经乱到了这个地步，不会更坏了。对，楚家人早就死绝了，我也不是男人，那又怎么样？李允瞻偏开目光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，但耳朵和脸侧却慢慢浮起绯红来，颜色渐深。我瞧着不对，还没问出口，自己胸膛却猛地蹿起一阵热气来。一盏茶被泼在香炉里，小皇帝前半生顺风顺水，大概没受过这种罪，他骂骂咧咧，钻错地方了。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噌的一声拔出匕首。李允瞻眼疾手快地扑过来，摁住我的手，冲过来的力道太大，我被撞得踉跄着退后几步，被床榻绊倒，跌了进去。这药恐怕是准备给烈性的人用的，就这么活动了一会儿，难以忍受的热气已经侵袭到全身。被拆穿了你也用不着自裁啊，你疯了。他瞪着我，眼尾和耳朵都赤红一片，掌心烧灼似的滚烫。我喘了口气，伸手把他掀翻摁住，终于忍不住了。狗皇帝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我只是想冷静一下，我刀呢？等翻开他的手，刀已经不见了。他反应过来，心虚的眼神止不住往外飘，好像刚刚脱手从窗边掉湖里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眼看着处境糟糕，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，我气得破口大骂。刀没了，外面的人肯定也意识到有人偷听，开始搜查，我们半点力气都提不起来，现在出去就是找死。在李允瞻身边的人找过来之前，不能贸然离开。我把他推到旁边，闭着眼睛忍受药效侵袭，意识快要模糊时，隐约感觉李允瞻贴了过来。他不太清醒，一边骂：早知道我就不跟着你出来了，楚萧，你竟敢骗我那么久，等回了京城，我要砍了你的脑袋。一边凑过来狗似的吻我，我恨不得现在把他从这里丢进湖里，然而总是事与愿违，一晌贪欢，满眼荒唐。等我终于清醒过来，李允瞻也恢复了清明，他活像见了鬼，低头看见自己手里还拉着我一缕头发。外面的闹声渐渐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皇帝身边的禁卫行走时的假咒声，正赶来四处寻找失踪的李允瞻。我们离得极近，都快要看清楚额头上的汗珠，鼻息的热气落在对方的肩颈上。李允瞻沉默片刻，他终于冷静下来了。楚萧，跟我回京城去。回去了，然后呢？我有点想笑，第一次这么大胆地盯着皇帝的眼睛看，从他湿润的眼睫到饱满的唇，最后盯着他的眼睛，直白地问：我不是楚家人，就连我的功名都是我以男子之身冒名考来的。回到京城，然后把我枭首示众吗？他的眼神有些疑惑，仿佛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。见我不像开玩笑，李允瞻冷冷地看向我，低声警告：你要是不肯，那就真的成了乱臣贼子，别让我绑你回去。可我已经没有时间继续陪他玩这场君臣相和的戏码了。我毫不犹豫伸手打晕了他。金尊玉贵的小皇帝，应该从没见过有人在床榻上也能这样绝情。在禁卫搜到这里前，我披衣推开了窗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昏睡过去的李允瞻。平心而论，他是个好皇帝。若不是我被这么仓促荒谬的揭穿，
我想我愿意演一辈子的忠臣，就算被人天天骂狗贼，背负着楚家的命运。可惜了。我纵身跃进了湖中，禁卫听见动静，发现了昏迷过去的李允瞻，鸡飞狗跳地把他安顿好。回过头来再找失踪的御史中丞楚萧，已经晚了一步。那片湖通往宽阔的江面，水下暗流涌动。李允瞻刚醒，意识还没回笼，下意识伸出手像是要抓谁，却捞了个空。他茫然地问：楚萧呢？江流凶险，谁也不知道他要找的人在哪里。从京城到江南一路南下，互相针对使绊子的日子还在昨日，可又像是一场梦。李允瞻死死闭着眼，让自己颤抖的呼吸平息下来。他忽然后悔了，早知道当时他不该和楚萧说那样伤人的话。在没弄清楚事实之前，什么乱臣贼子，那是替他呕心沥血安定朝政的人。楚萧失踪了，自打到这里，李允瞻都是一副和气的样子。直至今日才第一次露出雷霆手腕，快刀斩乱麻地收拾了那些酒肉蛀虫，半点不留情面。南巡队伍停滞在这里，人手尽数派遣，没日没夜在周边找人。落入江流里的人哪里是那么好找的，更何况走的时候身体还没好，前有暗流，后有追兵。找了多久，李允瞻就在江边等了多久，直到半个月后，江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，面目全非，堪堪看得出来是个清瘦的女子，身量颇高，年龄相仿。冒名顶替楚家人的狗贼楚萧死在了江里。陛下，禁卫回头，却见天子脸色惨白，近乎茫然地看向奔流的江面，只一眼，他毫无预兆地倒下了。江震多雨，我躺在檐下的竹椅上，听着外面的雨声，昏昏欲睡。门嘎吱一声响，一个8、9岁的孩子钻了进来。小姑娘扎着辫子，撑着伞跑过来：庄姐姐，你还在睡觉呀？我听阿娘说镇上来了个大户人家，家当都拉了好多车呢。这里只是边陲小镇，来的能是什么大户人家？我站起来拿了几颗糖放在小姑娘手里，问她：不熟的人就不要过去凑热闹，我交给你的书背完了吗？小孩子都怕背书，忙不迭跑了。我重新坐下来，看着满院铺白，心境安宁。从江南离开已经快5个月了，我做好准备后，才在隐于深山的村庄中待了1个多月。听说江里捞上来楚萧的尸体，江南闹得天翻地覆。皇帝一改慈悲宽容，揪出萝卜带出泥，一因官员查了个底儿掉，被立地问斩的也不少。在江南处理完后，就回了京。等他离开了江南，我才买了马，哪里偏就往哪里走，最终停留在边陲小镇上。至于京城掀起什么惊涛骇浪，已经不关我的事了。我只是边陲小镇上一个最普通的女夫子，夫君死得早，只留下一个遗腹子。想到这里，我有点愁。那药下得重，十分歹毒，等知道遗腹子存在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大夫说，要是强行打掉，我估计也损伤不小。那还能怎么办？养着吧。大不了以后孩子问，就说生父和人跑了，路上被狼吃了。日子就这么过下去，其实也很好了。镇上就这么大，等到傍晚都传遍了，说那大户人家的管家看着都很不一般，虽然客气，却让人不敢冒犯。我对谁来谁往没什么兴趣，在家中盘点自己的积蓄。走得太忙了，身上就那么点东西，碰到穷苦人家我也没收束袖，眼看着要揭不开锅了。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当夜隔壁的阿婶上门，说是那家刚搬来的大户人家正四处问，家中有个顽劣的独子，想找个治得住的先生看顾，送进学堂也行。听说我管教孩子很有一手，便托人求上门来。我思虑片刻，这户人家从哪里来，姓什么，家中都有些什么人，多大了？阿婶什么都打听得到，笑眯眯的。从隔壁过来的，姓陆，就一对父子带个管家，瞧着年岁不大，是正经人。我去问了几次，管家都说他家主人脾气很好，报酬很丰厚，只要带个孩子进学堂就行。我一番盘算，觉得不错，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次日清早，我就照着阿婶说的地方过去，入府先相看未来的学生。陆家刚搬来，宅子倒很气派，下人正洒扫庭院。是庄夫子吧？我们家少爷和家主就在里头等您呢，请跟我来。我收回目光，
笑着道谢，随着人往里走去。过了几道门，刚才进到内院，谁料前脚踏进门里，后脚只听一声响动，门已经被人紧紧关上了。院子里安静的连落叶的声音都能听见。我不动声色地按上隐秘的袖键，假山后的树叶微动，一张熟悉的面孔就这样映入眼帘。我的呼吸都停住了一瞬。李允瞻从假山后露了面，颇有几分恨得咬牙切齿的意思在。狗贼，你果然是装死跑了。我话没说完，他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鸡，盯着我的肚子，一句话颠来倒去，半天没说清楚。这是什么？上次是我吓死他，这次是他吓死我了。我尴尬地退后一步，我说西瓜，你信吗？掌心已经浸透了冷汗，差点脱手把袖剑放出去，眼看着藏不住，扭头想看看哪里能跑。环视一圈，屋檐墙壁上已经被黑影团团围住。李允瞻的表情显然是不相信。张内监从屋里冒出头来，劝道：楚大人，您别着急，陛下没有想动您的意思。这几个月京城里闹成那样，陛下他是护着您的。我悔不当初，早知道就不为了这报仇过来了，叫人围住了一通好打。李允瞻把我逮个正着。我被困在内院里，周遭都是皇帝身边禁卫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隔着一张低矮的案桌，他和我对峙，阴森森的。我把江南都掀了个底朝天，京城里也炸了锅。你倒好，找具尸体往江里一丢，就带着孩子跑了。越说他越激动，看起来快把自己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我跟个狗似的追着点线索从京城一路跑过来，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这模样弄得我才像那个负心汉。我尴尬地拉着外袍遮住肚子，也很绝望。你说要砍我头啊，陛下，我又不是脑子被驴踢了才在那儿等死。楚家的事情他们也查清楚了，我确实不是亲生的，只是当年楚大人刚死，家中风雨飘摇，没有嫡子，连基业都守不住。楚夫人生的是儿子没错，但一出生就夭折了。那几天刚出生的就我一个女孩，无奈之下才把我从宗室旁支抱来，这个秘密藏了20多年。李允瞻张了张嘴，似乎有点难以启齿。他重新坐下来，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和我敞开心扉地谈。我当时说的不是真心话，你没等我解释就把我砸晕了。让你和我回京城，不是想追责，只是事情乱成这样，必须查清楚才能解决。他也知道这些话不足以让我信任，于是败下阵来，真心实意地说：你的老师很记挂你。我心头泛出酸涩来。京城的消息我听说了，人人以为楚萧死了，有人拍手称快，也有人为我叹息，但最难以接受这个消息的大概就是傅秋怡。不是楚家亲生的孩子，也不是男子，但我真真切切在他手底下那么多年，深受照拂。我身死的消息传回之后，他便称病告假，鲜少在朝堂上露面了。后来有人上奏要追责，也是他亲自出面为我据理力争，说我劳苦功高，生生为我博得死后荣光。他年岁已高，是我对不住他。而我和李允瞻之间从来不欠对方什么，只是扯平之前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。可提起这个孩子，李允瞻欲言又止，那目光直勾勾的，像是很想伸手摸一摸，看得我也不自在，侧身躲过他的视线。傅御史还在京城，你总要回去看看他。而且这孩子也是我的，他有知道自己身世的权利，不是吗？我觉得可笑。他富有天下，曾经多少次在朝堂上和我针锋相对，直到被揭穿那天才知道我的身份一直都是假的，不想杀我就算好的，怎么会要这个孩子呢？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。于是我拽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拉到面前，冷笑一声：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觉得你们皇室血脉不能流落在外，等他出生就带回皇宫里去，当个野种养？还是想让我给你做妾？自古皇帝大多如此，要权要名，只要自己脸面过得去，旁的人什么样都无所谓。李允瞻没有避开我的眼神，也没介意我的冒犯。他深深呼出一口气，败下阵来，是我没料想过的直白。都不是，我也从来没把你当死对头。是我喜欢你，以为我和先帝一样，所以不敢面对你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做了那么久的御史，有些皇室秘辛我是知道的。李允瞻虽然继位顺利，但先帝风流荒唐，在位期间盛行南风，闹出不少祸端。
先皇后为此郁郁而终，连带着太子李允瞻也备受冷落过，他对这些格外抵触，所以这就是他避而不见，后来和我针锋相对的理由。我松开手，脑子里乱成一团，疑心他是不是被我气疯了。这场谈话无疾而终。我暂住在这座小院里，张内监到现在还没习惯，总脱口而出楚大人，等意识到我现在已经不是楚萧了，又忙不迭赶回来。庄姑娘，你瞧我这记性。我倒也不计较这个，看着他送进来的饭菜，又觉得胃里翻搅得厉害，皱着眉推远，才堪堪忍住难受。或许是最近和李允瞻吵得厉害，心情郁闷，连带着孩子也闹个不停。张内监愁眉苦脸，没一会儿竟把李允瞻叫过来了。他风尘仆仆，像是事情没办完就赶回来，进门看见满桌子冷菜，先是皱了眉，没人搭理他，就自己收了桌，脾气很好的问：那你想吃点什么？我让人去做。我冷眼看着他，耐心已经消耗殆尽。你成天守在我身边做什么？堂堂一国之君，难道你能跟在我身边一辈子？他想带我回京城，也想要孩子，但我并不愿意被一个孩子困在原地。这一架吵了大半个月还没个结果，李允瞻每天忍气吞声，属实能忍。他垂眼，真的仔细思虑了一番。你不做楚萧，不想和我扯上关系，是因为我身上千丝万缕的束缚。那我这个人呢？我想跟着你，你厌恶的是这件事吗？我愣了一下，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。青年坐在窗前，笼罩在轻洒的疏影里，执拗地看着我，非要我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。我想脱口而出是，可到了嘴边，却怎么都说不出这个字来。恍然间，我似乎意识到了，不是的，天皇贵胄，九五之尊，这个人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，任何人都说不了一个不字。可他身边没有其他人，也没有强迫我答应，只是用平等的姿态向我寻求一个答案，哪怕是他不希望的那个，似乎也能这么平和地接受。我们站在同一盘棋上，从很早之前，他已经心甘情愿地向我露出了底牌。我闭上眼，无可奈何。是，我不讨厌你。李允瞻的眼睛一点点亮了起来。我不想继续这么僵持下去，瞬息之间已经想好了答案。京城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为了楚家的养育之恩，我什么都能做，到现在也算还清了。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跟着李允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，等以后大一点有了自己的想法，那他选择的余地会更多。同样，我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孩子可以和李允瞻走，我不会。我们商量好一起回京，等到孩子出生，我就会离开京城。李允瞻同意了。回到京城时正好入夏，我们尽可能地压着消息，但还是惊动了傅秋怡。他板着脸拒绝了李允瞻要让我先在宫里的提议，无声无息地把我连人带包袱挪进了傅家。师娘是极好的人，对我多有照料。他们无所出，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养，每逢我夜里睡不好，便专程为我寻安神的香料，饮食格外上心，生生把我喂胖了一圈。李允瞻总是偷偷来。傅秋怡从前对陛下很尊敬，自从我回了京后，就看他很不顺眼。他私底下和我说，陛下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我看他就是个混小子，要是你的孩子随了他的性格，以后可怎么办？师娘递给他一块点心，翻了个白眼。你快闭嘴吧，陛下又不是你女婿，这么挑。我笑得仰倒。在傅家住的这段时间，我才终于体会到无事一身轻的悠闲，不必每日被人指着脊梁骨骂，也不用天天胆战心惊会不会被人发现。卸下重担，连京城都变得有意思多了。孩子出生时是个雷雨夜，皱巴巴一团，是个男孩。我仔细打量着孩子的眉眼，师娘小心翼翼地抱起来看，一下就笑了。和你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太像了，不知道以后长大些会不会也这么明显。傅秋怡凑过来看，被孩子一把攥住白胡子，他疼得龇牙咧嘴，也没忘了骂皇帝。一想到这孩子要给陛下养，我真是舍不得。话落，屋里忽然安静下来，师娘也看了过来。我伸手摸了摸小婴儿柔软的脸，有些惊奇这样的触感。说舍得是假的，但无论是我还是这个孩子，都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有更好的未来。我舍不得，却也不会回头。李允瞻匆匆冒雨前来。
他手忙脚乱地在师娘的提醒下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全身都是僵硬的，生怕不小心摔了。他问我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，我把取名的权利交给了傅秋怡。他老人家这一生无子无女，我算半个女儿，不能承欢膝下，请他给我的孩子取名，算是个寄托。傅秋怡想了很久，那就叫程昭，长夜过去，新的日子要到来的昭。随父姓，叫李成昭。我摸了摸孩子的小脸，心里软和下来。昭昭真好听，昭，日名也，把他母亲名字里的萧彻底覆盖。我重新回到了江镇，这里的日子流水一样平静，京城的消息总是要很久才会传过来。我在这里待的第5年，傅秋怡也告老还乡，带着师娘一起过来了。他们住在我的隔壁，每日清晨能听到师娘揪着他的耳朵让他起来走走，夫妻俩恩爱到老，还总是吵吵闹闹。李允瞻也履行了我们的约定，没有对外透露我的消息，但他只要闲暇，总带着昭昭过来。小孩子长得快，这次来还没我的腿高，下一次就窜高到了我的腰间。越大一些，长得和我越像。傅秋怡还为此发愁，担心京城里那些曾经见过我的老臣会认出来，有些什么风言风语。昭昭长得和我太像，倒是真的被怀疑过。毕竟一国之君后宫空置，凭空冒出个孩子来，生母不明，却长得跟皇帝曾经最信任的臣子那么像，怎么想都不对劲。传言传了没2天，小太子和皇帝都闷不吭声，明眼人心里都有了猜测。明面上不敢说，那也没什么影响。李成昭长得快，日子也过得快，他自己做了选择，一步一步在朝堂里站稳脚跟。许多年后，稳稳地从他父亲手里接过了江山朝政。老师和师娘相继过世，没多久，李允瞻就搬了过来。李成昭也总找机会往这边跑，小镇又重新热闹起来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